一個小口岸牽動全球的心。大家好，歡迎回到宋說新語。那今天啊，尼泊爾和中國傳來更多的消息啊。我們回到昨天上午的吉隆口岸，當時和往常呢是沒什麼兩樣。停車場裡邊呢，十幾輛大巴安靜的排着，等着通關。青白色的車身，灰綠色的山，頭頂上是高原8月的太陽。車上很多人啊，剛剛走完冈仁波齊的轉山路，正準備回家。這就是2026年8月26號上午10點半之前的最後幾分鐘，他們沒有等到那趟歸程。上一期啊，我們講了這場災難是怎麼發生的，那條又深又陡的峽谷，2400米的落差，來自上游的高位來水。今天這一期啊，我們想換個角度，不講它是怎麼來的，講它帶走了誰，又斷掉了什麼。所以呢，我們不着急看這個官方數字，我想先說清楚这些車裡坐着的都是些什麼人。截止到8月27號上午8點啊，中方一侧通報呢是遇難3人，失联呢558人，其中外籍人員260人。热索村啊，2名村民已經被救出，結合對面的尼泊爾，災情更重，遇難人數已經上百，另有數百人失蹤。尼泊爾旅遊部門列出的失蹤遊客裡邊有133名印度香客，他們是去冈仁波齊神山啊，去馬巴英措圣湖朝聖的，還有47名美國人，33名英國人，30多名澳大利亞人，一共來自28個國家。你要知道啊，对于信教的人來說，轉山是他們一生一次的夙願。岡仁波齊在印度教、藏傳佛教裡邊都是宇宙中心一樣的神山，繞它走滿一圈52公里，通常啊要走3天。據說呢能洗去一生的業障。很多的印度香客呀，是攒了大半輩子的錢，拖着上了年紀的身體，才走到這座6000多米的雪峰腳下。他們大多呢是經尼泊爾入境西藏，轉完山，再從原路返回。而歸途的最後一站就是這個叫熱索橋的小口岸，過了這座橋就到家的方向了。而260名外籍意味着失聯的558人裡邊，還有近300個是我們自己人。他們是誰呢？是常年守在這個口岸的邊檢、海關、邊民啊，是把新能源車、日用品一趟一趟運過界河的貨車司機。是熱索村啊，那些世世代代就住在2河交匯口的這些村民，他們的家呢就在泥石流冲下的正前方。那這個口岸對遊客呀是一段算旅程的終點，到頭了。而對他們來說，就這些村民就是他每天上班的地方，是他們的灶台，也是他們的家。558啊，260啊，這些數字是太大了，讓人麻木。但大家要記住啊，每一個數字後面其實都有一個正準備回家或者本來就在他家裡邊人。這個災難來的時候，幾乎沒有給人留預兆。監控拍下的全過程，畫面一開始還平靜，停車場、大巴、貨車啊，一切如常。然後屏幕一側呢，突然就湧出一股黑色的東西，不是煙啊，這是泥石流，攜帶着巨石和斷木，眨眼就撲進了停車場。所以那段視頻我記得有一個標着2倍速啊，就能看到這個情況啊，因為人走的速度能看，從泥石流露頭到吞沒整個畫面，可能10幾秒都不到啊。換算是真實的時間，留給地面，就是說我們地面的人反應時间啊，可能都不到5秒，5秒啊，5秒是什麼概念？你剛聽見這個山體被撕裂這種轟鳴聲，腦子還懵着是吧？腿還沒有邁開，那堵黑牆啊就已經到眼前了。有一位幸存下來的人回憶說呀，但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倒車逃命。那些大巴、那些重型貨車，在這股力量面前就跟紙糊的一樣，被推的是橫七豎八，人你肯定是跑不過他。而這個地方啊，恰恰是最不該被這樣襲擊的地方。這段河谷呢，最窄處只有100多米，
兩邊幾乎都是垂直的高山，人站在谷底啊，左邊是石壁，右邊是界河，前后是被泥石流封死的这个路，没有高低可上，没有旁路可逃，峡谷呢就把逃生的空间啊压缩到了几乎为零。那堵在这5秒之内吞掉口岸的这个黑墙，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有出生地的。在那之后啊，我們也把衛星影像調出來做後前後對比。8月24號的這個 Sentinel-2號圖上，這個衛星的圖上，口岸這個東北方差不多偏東啊，稍微偏北一點，那片高山呢還是完整的冰川和雪，尼泊爾的這個位置啊。到了8月26號，這個我們看 Landsat 9這個衛星圖上啊，同一個地方憑空就多出了一大塊新鮮的褐色的崩塌的這個山疤，一道泥石流的痕跡啊，順着河谷筆直的指向下游的口岸。我把這塊崩塌的輪廓呀，在谷歌地球裡邊一點一點描出來啊，從上到下不規則的。坐標呢就落在了北緯28度17分，東經85度31分，距離口岸啊就東北方直線距離大概15公里，在倫德河的上游西藏這一側。這個結果呢和國際的專家是判斷對上了。尼泊爾的水文部門 ICIMOD 的冰川學家也用衛星圖給出了結論，就是口岸上游20公里處一次冰岩崩塌堵住了河流，形成了臨時的堰塞體，隨後潰決。那當然最耐人尋味的是這個地震。那美國地質調查局最初記錄到一個 4.4 級的地震，之後呢修正為一次5.2級的冰川崩塌信號。也就是說呀，不是地震引發了崩塌，而是崩塌本身被地震儀當成了一次地震。其實啊，聽見了這一下，只是沒有人把這聲警報啊傳到15公里外的口岸。它有多大呢？我們勾出的這塊崩塌面積啊，我算了一下，因為谷歌地球自帶這個面積計算的，大概2平方多公里。你按最保守的算法啊，這樣一塊山體的重量也是上億噸級，相當於一座邊長400米的實心岩石立方體，400米長寬高啊，能想象嗎？從5600米的高處整體垮下來，墜落1000多米。那我把它呢也做成這個3維動畫啊，我們渲染了很多的這個現場的圖，有的圖啊是在這幾天啊，就是昨天的這個衛星圖片，我把它抓捕以後呢，重新渲染到這個3維的這個地貌上，不是很清楚，但是它是真實的。那說實話，渲染出來的畫面啊，也是很壯觀的，一整面山啊，就像一個無形的手輕輕的抹掉。但是呢，你越看越難受啊，因為這2平方公里的這個壯觀啊，在15公里之外，就是那5秒鐘裡邊500多個人來不及躲開的這個東西，就大自然的這種偉力吧。那災難過去之後啊，是另外一種更漫長的痛，聯繫不上。泥石流呢，一次就切斷了3條生命線啊，通往口岸的這個主幹道被淤泥埋掉了，部分的這個路基呢是直接崩塌，河谷沿岸的這個電塔和通信光纜也都毀了啊，口岸呢是大範圍斷電，手機沒信號了，整個受災區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一座信息孤島。那吉隆鎮上有一位店主啊，災害發生的時候呢，人在鎮裡邊，他妻子呢留守在口岸的店裡邊，所以他對記者說了一句話，我給大家念念。他說呢，現在我也聯繫不上他，那裡沒電沒網啊，就這麼比較平靜的一句話，沒電沒網聯繫不上。可是他背後呢是一個丈夫呢，隔着24公里這種塌方的山路，他什麼也做不了啊。那更讓我們無力的是呢，你連去救的人一時都進不去，淤泥啊最後的地方堆到了1.5米到2米，還不說河谷裡邊啊，主幹道啊被埋，大型設備你都開不到核心區，只能靠挖掘機1米1米的往前開。河谷裡邊水位呢更高了，居高不下，一度呢連搜索直升機都找不到降落的地方。那災害發生後大半天呢，
搶通的道路才推進了300-400米，你想救的人都在几公里之外，可这几公里呢要走整整1天。这就是为什么呢？失联的数字合的这么慢，因为26號晚上還是265人，一夜之間隨着排查鋪開就漲到了580多人。那不是說災情在擴大，而是我們終於開始摸清了那個上午啊，現場到底可能有多少人他在場。那你可能會問，一個邊境的小口岸怎麼會一下子這麼多人呢？因為它不是一個普通的小口岸啊，它是一根獨木橋。我們昨天說過，這吉隆口岸它是2024年的貿易額就達到42.48億元，佔了中尼貿易總額的近3成，就這麼個小口岸，也是西藏第一大的對尼口岸。而這個第一啊，在某種程度上是被逼出來的，因為2015年尼泊爾大地震之後啊，原本就承擔主通道的這個樟木口岸受損嚴重，事實上就關閉了，所以對尼貿易的絕大多數職能呢，就一股腦的壓到了這個吉隆這條溝裡面。它距離呢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啊，這個130多公里。那尼泊爾他們啊，人過日子用的中國貨啊，像日用品啊、電器啊、水果啊、新能源汽車，很大一部分啊，相當大一部分都是從這根獨木橋上過的啊。光是2004年前8個月啊，從這兒進口的新能源汽車就有4100多輛，2004年前8個月啊，翻了100還多，這是能查到的公開數字。而在這出事之前啊，這條路也處在最熱鬧的時候。今年元旦呢，臨時通車通關就迅速恢復了。到6月下旬，2026年啊，經這個吉隆口岸出入境的人數啊，已經突破了10萬人次。這麼個小地方，10萬人次是個什麼概念？我們說6月下旬，我們就按180天，那每天平均也500多人，550多人。所以這個數字啊，也和失蹤的人數能對得上。所以口岸啊，這一天是人多車多，它不是偶然，因為這條路實在是太重要了。他剛從去年7月8號吧，這個災難裡邊緩了一口氣兒，這跑得整整起勁兒。那有意思的是啊，大家從監控裡看到的只是中方這一側的啊，很多人呢以為這次只有中國受災，其實不是啊，這是一個對兒就背靠背的口岸，中方叫吉隆口岸啊，尼方叫熱蘇瓦口岸，大家知道口岸肯定是一國一邊一個，中間靠一座友誼橋連着，只是界河兩側的樣子就差得很遠啊。中方這一側呀，原來也很舊啊，這10幾年開始建成了大型的現代化口岸。我也做了一個歷史的圖片比對，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們挖掘了10幾年前的照片，聯檢大樓啊，邊境經濟貿易區、物流園、大停車場。尼泊爾這一側呢，是一個叫提馬的邊境小村，1991年的人口呢，都500多啊，坐落在國家公園裡邊，是一條比較破爛的路的盡頭，所以一大一小隔着一條界河，這種不對稱呢，恰恰就是這條通道的真相。上一個財年，尼泊爾從這個口岸進口了450多億盧比的貨啊，尼泊爾貨幣，出口呢，它大概有9億盧比。進口是出口的整整50倍了，所以這不是一條這個比較這個均衡的貿易通道，它更像一根單向的這個輸血管。那麼這一次呢，尼方的這個小口岸就被砸得更狠。當地官員說呢，洪水啊幾乎把整個提馬都整個抹平了，海關貨場裡邊的車輛、貨物、橋樑設施是一掃而空，估計啊有500多輛車被捲走，而它其實呢一直沒有真正劃過。去年的那個洪水啊，就沖垮了這個友誼橋，就那個像獨木橋一樣，尼方就靠一座臨時的這個貝利鋼橋勉強的維持着這個通行啊，所以元氣還沒有恢復，現在又挨了這一下啊。這個地方啊，我們補一句歷史上的故事啊，尼方這個地方叫熱索瓦啊，正是1792年啊，清軍反擊库爾喀那場仗的古戰場。當時呢，清朝乾隆皇帝啊，派大臣福康安和海連察啊，率領清軍發起反擊，就跨越了喜馬拉雅山，打敗了库爾喀，就現在的尼泊爾啊，迫使他歸降成了清朝的藩屬國。就同一個隘口啊，200多年，從棧道到商道到今天的這個災難現場。
那現在呢，我們可以把谷歌地區鏡頭拉得更遠，這個大多數中國人啊，起碼我不是很了解這個地方，甚至大多數外國人這輩子可能都沒聽說過這個名字的高原小口岸。那這一天啊，成了28個國家共同的傷心地。給你一個參照吧，澳大利亞啊，这個2025年到2026年整個就是叢林的这个野火季啊，全國呢是一度進入災難狀態，燒了大半年，死亡呢是總共5個人啊。而這場吉隆的災難，光失聯名單上就有30多名澳大利亞人。但是我把這話得說準啊，我不是說他們都遇難了。到現在啊，這些外國人的身份還是失蹤，名單呢還在核實。但僅僅是這個失蹤的數字就已經超過了澳大利亞今年整個火季的死亡人數。啊，對英國、對美國、對印度這些等着家人轉山啊歸來的這家庭來說，這場發生在喜馬拉雅深處啊，他們從沒聽過的這個災難，很可能就是他們今年收到的最壞的一個電話。所以大家去翻啊這些年的國際新聞，一場事故同時牽動着28個國家，其實還是很少見的啊。我們過去做過很多的這個災難的介紹啊、分析，包括空難最多啊。那麼空難啊，可能就算這一類的，但是啊，通常是一架飛機一份乘客名單。那這一次呢，是一個連名字都拗口的這麼一個邊境小點啊小站，一個上午就把不同膚色、不同信仰、不同護照的人收進了同一份失蹤的名單。這就是它真正的分量，不是數字有多大，而是它把同一份的悲痛啊，同一個上午同時寄到了20多個國家的。那這個災難的賬啊，得兩頭算啊，而且呢還在往下游流。尼泊爾這頭啊，包括拉索瓦加迪在內的這個多座水電站上面下邊幾個 dam 啊和這個輸電網都被破壞了啊，大範圍的停電。而這個拉索瓦加迪電站啊，才剛剛投運不久啊。那更要命的這個時間點呢，是眼下呢正是尼泊爾一年裡邊最重要的節慶，就是叫10月德賽節前的這個備貨季啊，家家戶戶要採買，商戶要囤貨，而這些貨呢，相當大一部分就壓在了這條斷掉的通道上。去年啊，那次斷了半年，尼泊爾海關自己算的賬是什麼呢？進口收入比上一年少了200多億盧比。那對於一個本來就不太富裕的國家，這是實打實的輸血。今年呢，頭一根血管又斷了一次。我們在大前年上一次世界杯卡塔爾世界杯的時候講過啊，尼泊爾其實有很多收入是靠外勞的。那中方這頭呢，就是西藏啊，就是第一大對尼口岸，去年剛停崴半年，元旦才通車，不到8月又斷，反覆的這個斷裂，把一個很硬的這個問題就擺到台面上。這條國家級的黃金通道壓在了一條地質斷裂帶的這個窄溝裡邊，到底安不安全？我們再往下游看，這條河系是一路南流的啊，最終注入了印度平原。印度的比哈爾邦、北方邦啊，已經同步發布了這個洪水預警啊，所以一場發生在中尼邊境的這個災害，最終牽動的是3個國家的人啊。那說了這麼多沉重的呀，其實救援也很困難，但是還是有點亮了啊。災難發生之後啊，救援幾乎是立刻啟動的，因為這個視頻也發了很快的。西部戰區啊，有一架運20已經起飛啊，派遣大員啊趕赴現場坐鎮指揮。部隊呢是在1.5米深的淤泥裡邊，用鏟車、用工兵鏟啊，一米一米的搶通這條被埋到的這個路。我們前面講過啊，到錄這期的時候啊，這個熱索村的2個村民已經被成功救出了。那界河的對岸，尼泊爾總理呢為這場災難的公開致哀，說全國上下啊都為人員的傷亡感到震驚和悲痛。所以大家看到這一刻呢，是沒有邊境的2個國家在同一條山谷裡邊一起流淚，一起找人。就這條通道的歷史裡邊一直是有這樣的默契的啊。去年橋被沖毀之後啊，是中國搭起了臨時的這個便利橋，尼泊爾呢各級政府也一路配合，才讓這口岸在半年之內迅速的通關啊。
所以災難這次呢又把它給撕斷了，所以兩邊的人呢又一次要把它接上啊，这種啊在这种最险的地方反复重建的韧性啊，本身也是一种回答。那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原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就是每次我想到这个大山啊，都充满一种，尤其是没有路的大山，充滿了一種深深的無力感，更不要說這種山洪爆發、泥石流了。而那些朝聖的人，他們是走在一條通往神山的路上離開的。如果信仰是真的，那就願這條路啊，一路能夠讓他們通向他們本來想去的地方。所以截止到我這一期錄製啊，還有500多人呢是下落不明，搶救呢還在晝夜推進，這個數字也許還會變啊，但是每一個數字我們都不想讓它只是一個數字。那麼今天啊，先到這兒啊，我們也希望失聯的人能有奇蹟被找到，願望等待的每一個家庭呢都能等到回音啊。下一步呢，我們會做更詳細的介紹，包括啊國際上一些通用的防治經驗啊，以及這個地區的一些其他的信息。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